他更是呼吸急促中察觉到，如今这个状态的自己，就连吸收四周的天地之力都比之前强悍了太多，近乎恐怖一般，好似自己成为了一个能吸收吞噬万物的巨大黑洞。甚至他四周的虚无都在这一刹那扭曲无比，而他的气息在这一刹那立刻就让原本自信满满的云雷子差点尖叫起来。他身体哆嗦，脑海轰鸣中，一股比之前白小纯不灭地拳还好强烈太多太多的生死危机，直接就在他身体内轰然爆发。这是什么神通？该死！这白小纯之前的那一拳不是杀手锏。云雷子觉得自己全身此刻每一寸血肉都在发出尖叫，他呼吸几乎凝滞，来不及多想，感觉好似身后被血雾缭绕的白小纯如同天敌一般，让他颤抖中猛地全身五彩光芒爆闪，速度刹那爆发，连回头都不敢，玩命逃遁。就在云雷子逃遁的瞬间，血雾内的白小纯全身赤色弥漫，好似沉浸在鲜血中，缓缓地抬起头，露出了其目中此刻仿佛换了一个人般邪异无比的血色目光。第935集神杀苍穹在这一刻，随着白小纯的抬头，直接就成为了血色，八方沼泽也都出现波动，大地好似起伏，那是因为在沼泽内藏着的无数存在，此刻在感受到了白小纯的血气后发出的本能的颤抖，从而引起的波动。至于云雷子，此刻心脏跳动的速度前所未有，他的呼吸猛地急促起来，面色剧烈变化，他的脑海嗡鸣不断，他的恐惧更是到了极致。该死的，这白小纯怎么能如此强悍？他只是天人初期啊！云雷子心底咆哮，更是后悔无比。他觉得自己之前有些拖大了，为什么要去激怒白小纯？尤其是居然可笑幼稚的在能逃走时不逃走，想着去诱骗对方来临。这一切让他恨不能此刻狠狠打自己几巴掌。眼下心神颤抖，几乎用出了自己最快的速度。轰鸣间，眼看与白小纯的距离拉开的越来越远。可就在这时，抬起头的白小纯那双邪异的血色双眼内露出一抹血光，只是这血光因他四周的血雾，外人根本就看不清晰。他的口中此刻传出了好似不属于他的声音：神杀两个字，在白小纯如喃喃般说出的一瞬，他的身体就轰的一声，整个人直接就消失在了原地，只能看到一道血线以无法形容的速度穿梭虚无的同时，似乎都可以穿梭岁月，超越瞬移，超越挪移，超越天地间一切速度，只是眨眼间就直接的追到了云雷子的身边。这速度太快，以至于云雷子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当他醒悟时，白小纯身体外的血雾已在这恐怖的速度下直接就碰到了云雷子。一声凄厉的惨叫从云雷子口中传出，他的身体猛地哆嗦，肉眼可见的枯萎下来。他心底的恐惧在这一刹那已无法形容。这是什么速度？他在吸收我的生机！云雷子痛苦惨叫中，全身五彩光芒拼命爆发，想要去抵抗，可却根本就无法对抗白小纯的神杀之法。轰鸣间，云雷子的身体已经皮包骨，他的面色苍白，死亡的危机强烈到了极致，甚至他的生命之火都在急速的熄灭之中。这一切太快，只是一撞，只是一次吸收，就如此惊人，这就让云雷子颤抖中发出绝望的咆哮。不！云雷子心中的后悔已经无法形容，可就在他认为自己在劫难逃时，却忽然发现自己身边弥漫了血雾中的白小纯似乎有些不对劲，其目中竟没有神采，好似整个人失去了神智。云雷子身体一震，绝望中似抓住了希望，他喘息粗重，此刻来不及多想，身体砰的一声，竟不知展开了什么神通，瞬间再次膨胀起来，五彩光芒再次闪耀时，他狠狠咬牙，直奔下方沼泽而去。刹那间，他就直接冲入沼泽内。可就在他进入沼泽的瞬间，白小纯这里猛地低头，一晃之下，速度更快，几乎同时追着云雷子踏入沼泽中。整个沼泽之地顿时轰鸣震动，成片成片的水蛭只是一瞬就大范围的死亡，不是被震死，而是在白小纯的血雾覆盖下，瞬间被吸走了一切生机。不仅仅是水蛭，还有那些丝线小虫，以及所有在这沼泽内藏着的存在，只要是被白小纯碰到，就立刻死亡。他果然不对劲，这么恐怖的术法必定存在了缺陷。云雷子劫后余生般的狂喜，他立刻就看出白小纯似没有神智般在踏入这沼泽内，并非追击自己，而是扩散性的吸收四周所有范围内的生机之力，这就给了他逃命的机会。此刻趁着白小纯吸收时，他玩命般不惜代价在这沼泽内急速前行。在他看来，这沼泽内虽危险，可与白小纯比较，这里实在是太安全了。而他此刻明明看出白小纯不对劲，可心底却生不起丝毫要回头去向白小纯出手的念头，实在是他被白小纯的术法吓破了胆。此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在没有与分身融合前，看到白小纯就必须要逃。一炷香后，云雷子狼狈不堪地从远处的沼泽直接冲天而起，他全身上下有不少水蛭，更有大量的丝线虫，此刻根本就顾不上理会。在冲出后，他喘了几口大气，爆发全速，
疾驰远去。等到了很远的地方，他才敢去清理身体上的那些水蛭与丝线虫，同时回过头，心有余悸地看向沼泽。这白小纯就是一个怪物，此人不死，终究是我北麦未来最大的敌人。云雷子深吸口气，再次咬牙，心底也有憋屈。不过就算他再强，只要他没到天人中期，那么我与分身融合也能将其击杀。想到这里，云雷子立刻联系其分身，飞驰远去。而此刻的沼泽内，随着白小纯进入，一场巨变如风暴般从这里疯狂地蔓延开来。沼泽中，无数的水蛭一个个如发狂般用最大的力气急速四散，好似在躲避，在逃命。还有那数不清的丝线虫都是这样，就连太多比他们强悍的存在，如蜘蛛、如巨人，所有藏身在这沼泽内的存在，此刻一个个都颤抖中，好似发狂。这场风暴横扫八方，所过之处，所有存在都刹那间身体枯萎下来，生机灭绝，一直持续了足有2炷香的时间。沼泽内突然传出一声惊天轰鸣，白小纯的身影从其内急速飞出。他此刻身上已经没有了血气，面色红润，可眼中竟有无法置信与骇然，身体都控制不住的颤抖。飞出后，他神情变幻，根本就没去想云雷子逃走的事情，而是快速的找了一处地方，立刻打坐观察体内。半晌后，白小纯睁开眼时，目中依旧残留着惊恐。该死的，这是怎么回事？这神杀之法怎么会让我突然没有了意识？怎么会这样？白小纯此刻想起方才的事情，还是吓得心都颤了。他很确定自己没有意识后，不是另有意识操控自己的身体，而是他的身体似乎与自己的意识分离了，完全是凭着本能去吸收能看到的所有生机。这就让白小纯紧张恐惧了。不行，再没有搞清楚这神杀为什么会这样前，这神通不能用啊，太危险了。白小纯越想越心惊，那种自己突然无法操控身体的感觉，把他彻底吓到了。半晌之后，白小纯神色有些愕然，他发现自己体内的不死血原本捏碎了一滴，可如今竟恢复过来。可以想象，他在那沼泽下的2炷香时间，不知吸收了多少生机回来。这么好的神通，如果能操控，该多好啊！白小纯有些纠结，低头看向下方的沼泽，在他的神识内，这四周的沼泽里已经是没有了丝毫生机的波动，甚至他都走了很远，也都心惊的发现，沼泽内依旧没有生机波动。我吸了多少？白小纯再次震惊了，眼珠转了转后，他忽然有些兴奋。哈，没想到我这么厉害！那神杀虽让我失去意识，可也同样有不少奇效啊！白小纯兴奋中又有些遗憾与纠结，又走了一段，总算这沼泽内重新出现了生机的波动，可却诡异的，只要白小纯一靠近，不管沼泽内藏着什么，都立刻消失，好似彻底怕了他，疯狂的逃遁避开。这就让白小纯更振奋了，他立刻就拍了下储物袋，将张大胖放出后，一按张大胖的额头，很快的，张大胖就睁开了眼，茫然的看着四周，直至看到了白小纯。他愣了一下，身体一下子跳了起来，刚要开口，可白小纯已经背起了手，抬起了下巴，传出一句话：“大师兄，因为你被这沼泽偷袭，所以师弟我大怒之下，让这整个沼泽所有的生灵都道歉了。从现在开始，他们看到我们就会立刻避开，不信你可以试试。”第936集，闻风丧胆。张大胖有些懵，看着白小纯，又看了看四周的沼泽，神色古怪起来。他琢磨着鬼才相信白小纯方才说的话，实在是他太了解白小纯了，知道这个状态的白小纯，吹嘘的成分太大。不过也正是因为了解，张大胖心底也不由得迟疑起来。小纯虽爱吹嘘，可却不会太过夸张。他说这沼泽里的那些可怕的虫子会避开，难道真的会？张大胖迟疑中神识散开，渐渐睁大了眼睛。他发现这四周居然没有半点生机波动。于是在白小纯的得意中，随着二人不断前行，张大胖心头的震撼越来越强。到了最后，他都目瞪口呆了，实在是他们走了一路，前一刻还能察觉前方有无数生机波动，可下一瞬似在察觉他们的到来后，就瞬间如被驱赶一般，仿佛争先恐后的逃遁，刹那就消失无影。这就让张大胖好多次都回头诡异的看向白小纯。怎么样，大师兄，我都说了，我已经很严肃的警告了他们，哼哼，敢偷袭我大师兄，我不灭了这沼泽，就算发善心了。白小纯越发得意，心底很是振奋。他觉得那神杀之法虽有弊端，可之前的效果实在是让人满意啊。他就是这么一个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给自己找到乐子的白小纯。就这样，在张大胖的不断震惊下，二人在这沼泽内比走在自家宗门还要顺利无阻。一路前行中，那种安静，那种安全，使得张大胖有好几次都神情恍惚。尤其是有一次，一只水蛭逃遁不及，被张大胖一把抓在手中后，那水蛭竟颤抖起来。当白小纯靠近后，这水蛭竟发出尖叫，甚至求饶一般。在张大胖呆呆的松手后，这水蛭嗖的一声，刹那没影。还有一次，张大胖看到了一只与当初偷袭自己时一样的蜘蛛，
这蜘蛛一看到白小纯，顿时就哆嗦起来，疯了一样的逃走。实际上，白小纯也没想到，走了这么远的路，沼泽内的那些奇异的凶物，居然依旧还是对自己恐惧。莫非我之前没意识时，因这沼泽的特殊，所以散出的血雾覆盖的太大？白小纯诧异中，隐隐觉得应该是这样。他自己也不知道吸收了多少生机，可却明白凝聚一滴不死血的消耗极为恐怖。想到这里，白小纯也吸了口凉气。好在云雷子被吓破了胆，否则神杀虽然强大恐怖，但在自己失去意识的情况下，碰上厉害狡猾一点的对手，自己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可谓破绽百出。最夸张的是，二人在数日后看到了一群枯瘦的凶残之狼，凭着惊人的速度，正围杀一个修士。这修士正是南脉龙腾鬼海宗的孙吴。南脉擅长变化，此刻的孙吴，其青色的皮肤已经变成了褐色，甚至身体也都时而虚幻。而每一次虚幻时，他都仿佛化身成为了一只巨大的蜈蚣，狰狞的想要从这群窟狼中逃走。只是任凭他如何拼命，也都无法逃出。实在是他四周的窟狼足有上千头之多，将他层层环绕，而其四周还有不少尸体。显然，这种围猎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更是在远处还有一只头狼，这头狼好似骷髅，站在那里，目中带着冷酷与睥睨之意，身上散出的气势堪比天人。孙武已经绝望了，苦涩中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在劫难逃。之所以至今那些窟狼还没有灭杀自己，明显是以自己为诱饵，想要引其他人过来。只是他明白，除非是天人到来，否则的话，谁靠近也都救不了自己。非但如此，靠近之人自身也都必死无疑。他不是那种为了自己活命可以行事没有原则底线之人，此刻早有决断。之所以时常变化出蜈蚣之身，就是为了凭着蜈蚣身散出的气息，提醒所有路过之人警惕。可这凶险无比的场面，随着白小纯与张大胖从远处走来，那些窟狼竟一个个猛地颤抖哆嗦，甚至都发出了哀嚎。刹那间，这上千窟狼就好似丧家之犬，直接就逃遁，成群的奔跑。而跑得最快的就是那只头狼了，他是第一个察觉到白小纯的，没有半点迟疑，在颤抖中，他瞬间就急速逃走。可还没等逃出多远，白小纯的声音蓦然传出：“你留下，其他的都散了吧。”随着白小纯话语传出，那些奔跑中的窟狼一个个颤抖中猛地钻入沼泽里，一瞬间，四周上千窟狼眨眼就只剩下了一头。那只头狼颤抖连连，目中的冷酷已经被恐惧所取代，可竟真的不敢逃走，而是瑟瑟发抖的趴伏在那里，努力的让自己僵硬的尾巴不断的晃动。张大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画面，可对于孙吴来说，他已经看得傻眼了。急促的呼吸着，猛地看向白小纯时，立刻就认出了白小纯的身份。可他依旧心底骇然到了极致，在他看来，就算是天人可以让这些窟狼逃遁，可却绝对做不到。一句话，使得那只头狼不但真的不敢逃走，更是露出如此讨好之意。那种震撼与劫后余生的感觉，让他连忙来到白小纯前方，抱拳深深拜倒：“多谢白前辈救命之恩。”白小纯干咳一声，这一路他都是在张大胖面前露出那种可以震慑沼泽的威严，使得他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如今好不容易看到了新人，自然要在对方身上好好的表露一下自己的非凡之处。于是白小纯右手抬起一招，顿时那只头狼颤抖中，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白小纯的面前，任由白小纯去拍了拍他的头颅，不敢去拒绝，他只能努力摇晃尾巴。这一幕让孙吴再次张大了嘴巴，他呆呆地看着那只摇尾巴的头狼，实在无法与之前对方冷酷傲然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似看到的不是同一只狼。这次就饶你一命。白小纯轻哼一声，目光从那些尸体上扫过，发现里面没有他们东脉之人，于是淡淡开口。那只头狼身体哆嗦着，不知是吓的还是激动的，呜呜了几声，赶紧一晃钻入沼泽里，不见踪影。挥散了头狼，白小纯这才看向孙吴，被他目光一扫，孙吴身体有些发抖，可却硬着头皮再次向着白小纯一拜。张大胖在一旁也干咳一声，眯眼看了看孙吴，又看向白小纯：“南脉的？”白小纯问了一句。回前辈的话，晚辈是南脉龙腾鬼海宗的弟子。白小纯回忆了一下，想起了千鬼子那个在比眼神上的手下败将，于是点了点头：“行了，你就跟着我吧，我带你离开这片沼泽。”孙吴一听，顿时狂喜，激动起来。实在是这沼泽在他看来好似噩梦一般，此刻能被白小纯这里带在身边，这对他而言堪比造化。他神情恭敬，连连拜下：“多谢白前辈。”张大胖也哈哈一笑，上前搂住孙吴，拍着对方的肩膀，笑着开口：“相遇就是有缘，来来来，和我说说你们南脉的事情。你们那里环境怎么样啊？”张大胖也很好奇南脉，而孙吴这边此刻感激中，除了不能说的部分，其他能说的也都详细道出。说着说着，他忽然神色一变，急速开口：“我想起来了，3天前我曾遇到过一个你们东脉的修士，他当时被困在了一处绝地，我本想救他，可那里就算是我，
也都不敢靠近，想要救他，至少也要属人一起才有希望。他自称宋缺，让我若能看到东脉之人，待他求救。孙吴连忙开口：“缺儿。”白小纯一愣。第937集，他还是个孩子。试炼之地分为沙漠、沼泽、平原以及丛林，这4片区域藏着无尽凶险。至今为止，4脉修士近1000人，可依旧还活着的，没人知道有多少。白小纯也终于意识到，为何这次的试炼对于修士的要求需要修为，至少也是原因实在是，在这试炼之地里，元婴以下不说寸步难行，也相差无几。就算是元婴，也都凶多吉少。如这孙吴，本就是南脉元婴大圆满，天之骄子一般，甚至在其宗门内，被认为成就天人的可能性极大。可就算是这样，在方才的群狼中，也依旧是命悬一线。可想而知，这试炼之地的危险程度。此刻又听到孙吴说出宋缺求救之事，白小纯猛地抬头，呼吸微微急促。哪怕宋缺与他之间总是有各种小心思以及不服气，但那毕竟是自己的侄儿，更何况自己与宋君婉已经更进一步，这宋缺更如自己的亲侄儿了。若是换了对方，被困在其他地方，白小纯还有心情开玩笑。可如今在这凶险无比的试炼之地，白小纯也都着急了，立刻问询孙吴关于宋缺的具体方向。孙吴不敢隐瞒，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告诉白小纯后，白小纯身体一晃，直奔对方所说之处疾驰而去。孙吴与张大胖在后，此刻也都紧张起来，急速跟随。3人在这沼泽的天空上化作3道长虹，轰鸣间冲出。以白小纯的速度，此刻心急中堪比挪移一般，很快的就与张大胖以及孙吴拉开了距离。呼啸间，用了半天的时间，他终于遥遥的达到了孙吴所说的宋缺被困之地。刚一到来，他的气息就立刻让这沼泽内出现了波动。与此同时，随着白小纯神识散开，一扫之后，他松了口气。缺儿这孩子命大呀！白小纯此刻随着放松，下巴也微微抬起，感慨这宋缺不但命大，更是运气好。他算是发现了，对方每次遇到生死危机时，似乎自己都会遇到，顺手救下。此刻的宋缺也是这样，他被困在一处紫色的沼泽内，四周的沼泽中存在了无数双眼睛，这些眼睛一个个都浮现在沼泽里，每一个都有数丈大小。在这些眼睛里，赫然被封印着数十个修士，这些修士有男有女，来自4脉，其中几乎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为了骸骨，能明显看到腐烂了大半，只有那么1、2人奄奄一息的还在坚持，其中就有宋缺。宋缺就是被封在一个眼睛内，身体外有黑气如小蛇一般，不断的侵蚀其身，似要将其融化在内。若非他在来到这试炼之地前，宋家老祖给了他一件宋家的传承之宝，怕是他早就葬身在此。那件传承之宝是一件斗篷，此刻披在宋缺身上，散出柔和之光，正是此光形成的防护，一次次的阻止那些黑气的入侵。这斗篷很是玄妙，可就算如此，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无法支撑。如今上面散出的光芒已经微弱无比。实际上，凭着宋缺的修为，哪怕有那斗篷在，也坚持不了太久。可却不知为何，这四周的所有眼睛，在数日前突然的，竟似失去了大半活力，一个个仿佛老迈下来，就连散出的黑气也都弱了太多。这就让宋缺有了希望，凭着斗篷之力，生生的坚持到了现在。只是他自己也明白，除非是有人来救自己，否则的话，他打不开这眼睛的封印，逃不出去。就算是坚持的再久，也终究无法幸免于难。难道我宋缺居然要陨落在这试炼之地内？宋缺苦涩，此刻身体都僵硬了，修为已经近乎枯竭。我不甘心，我还没有打败那个该死的白小纯，我还没有将他踩在脚下，还没有好好的去蹂躏他抱着多年之仇。蛮荒内那么苦难的岁月，我都坚持下来。我不相信这区区试炼之地能让我宋缺葬身。我宋缺是有大气运之人，这些年来一次次生死危机也都没有让我屈服，一步步从凝气走到如今元婴，绝不会死在这里。宋缺内心低吼，面色清白中想要再次去挣扎一下，可就在这时，忽然的，这四周的所有眼睛竟全部颤抖起来。随着颤抖，那些内部没有修饰的眼睛急速的眨动中，明显的露出了恐惧之意，居然刹那间就一一缩回沼泽，好似逃命般急速消失。这片紫色沼泽区域原本无数的眼睛，在这一瞬间就消失了9成9之多，只剩下数十只还在迟疑。可很快的，这数十只眼睛也都纷纷目光一闪间，将被封印的修士骸骨全部吐出，急速的沉入沼泽内消失。就连宋缺所在的那只眼睛也都明显的在纠结后自行开启。宋缺只感觉一股大力传来，他的身体就被猛地抛出，低头时，那封印了他多日的眼睛明显带着恐惧，已经沉入沼泽内。宋缺有些发懵，呆呆的站在那里，看着四周，神色有些茫然。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以至于他都没反应过来。尤其是这沼泽在前一息还满是一只只狰狞之眼，可下一瞬一只都看不到。若非是确定自己的确是被困在这里多日，宋缺都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幻觉。莫非这些眼睛只能存在固定的时间，
超过这个时间，他们就会消失。宋缺想到这里，不管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此刻劫后余生的狂喜让他激动中，正要再次查看一下四周，可突然的，他的眼睛猛地睁大，艰难地抬起头，呆呆地看着远处的天空。他体内灵力虽耗费大半，可凝聚在目光里，使自己看得更清晰的能力还是有的。此刻在他的目中，他看到的正是在远处的天空上站在那里笑眯眯地望着自己的白小纯。耳边传来的是白小纯此刻抬起手后传来的打招呼的声音：“嗨，缺儿。”这声音让宋缺的脸立刻黑了。他更是看到在白小纯的身后有2道身影正急速飞来，一个是张大胖，还有一个是自己数日前求救的孙吴。到了这个时候，他若还不明白那些眼睛为何消失，也就太愚笨了。可明白归明白，宋缺在下一瞬就猛地转身，向着远处转头就飞。眼看宋缺竟转身就走，这就让白小纯不高兴了：“缺儿，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看见我居然都不打招呼！”白小纯说着，右手抬起，向着远处的宋缺猛地一抓。宋缺黑着脸，身体被隔空抓住，瞬间就被带到了白小纯的身前。“缺儿，作为长辈，作为你小姑父，我可要批评你了。”白小纯瞪着眼，心底很是不满。方才宋缺看到自己后，如看到瘟神一般的行为，尤其是身边还有外人，这让白小纯觉得有些丢脸。宋缺郁闷，心头更是憋屈。他实在是不想面对白小纯，甚至觉得哪怕被困在眼睛里，似乎也比遇到白小纯要好。最起码那只是身体的痛苦，而在白小纯面前，他要承受的是心灵的折磨。可宋缺无法开口，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之前之所以立刻就转身逃走，那是他的本能反应，根本就没有去思索正确与否。此刻眼看白小纯还在不满，宋缺硬着头皮正要解释一下，可就在这时，张大胖与孙吴也都赶来了。孙吴还好一些，张大胖在看到宋缺后眼睛亮了，尤其是听到白小纯那不满的训斥后，张大胖只觉得精神抖擞，猛地就跳了出来：“小纯，缺儿还是个孩子，这孩子从小就孝顺，方才一定是误会了。你别说孩子了，缺儿，不是大胖伯伯说你啊，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小姑父来救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不过我知道你是个知错能改的好孩子。来来来，先去拜见你小姑父，再来拜见我。我和你小姑父是兄弟，也是你的长辈。”张大胖心底兴奋之意，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此刻话语间，他更是有了强烈的期待。宋缺脸顿时变得更黑，瞪着张大胖，只觉得一股逆血冲入脑海，整个人都要炸了。白小纯占他便宜也就罢了，他只能忍。如今张大胖居然也来占他便宜，这就让宋缺要抓狂了。尤其是他想到白小纯的那些朋友以后看到自己，人人都自称伯伯、叔叔的画面，宋缺就觉得脑海都嗡鸣不断。张大胖，第938集月亮花。这一声吼，好似要将宋缺心中的郁闷发泄出来。可张大胖的话语实在太犀利了，哪怕宋缺不愿意去想，可脑子却控制不住地浮现出一幕幕遇到白小纯的朋友时的画面。宝财叔叔、天佑叔叔、小妹姑姑、神算子叔叔，这一切对宋缺来说好似天劫一般，让宋缺身体哆嗦中眼珠子都红了。他不敢去瞪白小纯，此刻瞪着张大胖，大口喘着粗气，似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被宋缺这么一吼，张大胖顿时吓了一跳，也有些紧张。实在是这宋缺在血溪宗内极为不小，可想着白小纯在身边，张大胖心头对于宋缺称呼自己伯伯的画面又心痒难耐，于是鼓起勇气，再次期待地看了过去，心底也在诧异，觉得自己只是小小占个便宜而已，这宋缺怎么反应如此之大？这一幕同样也落在孙吴的眼中，孙吴呆了一下，实在是他不了解情况，而白小纯在他眼里那是天人老祖。如此一来，原因修饰的宋缺是白小纯的晚辈，此事在孙吴的想法里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难怪白前辈之前听到此事后如此焦急，原来白前辈的道侣是这位宋道友的姑姑。孙吴深以为然的同时，也觉得这宋缺似乎做法有些不妥。白前辈焦急而来，将其救下，这宋缺都不拜见一下，转身就走，也难怪白前辈生气了。孙吴有了判断后，对于张大胖的那些话语，他虽觉得有些占便宜的嫌疑，可也不是不能去理解。于是孙吴微微一笑，看了看宋缺后，脸上露出柔和，笑着开口：“终不负宋道友相托，宋道友吉人天相。原来与白前辈如此关系，能成为白前辈的晚辈，此事让孙某也都羡慕啊。”宋缺只觉得百口莫辩，张大胖来占自己便宜，这孙吴也如此开口，偏偏他还无法反驳。怎么说，孙吴也算他救命恩人。这一切让宋缺心底憋屈到了极点，郁闷中那种抓狂的感觉更强烈起来。到了最后，他忍不住要再次大吼一声来发泄，可这吼声还没等发出，白小纯就叹了口气：“好了，大胖你就别欺负圈了，这孩子也挺可怜的。”白小纯眼看宋缺那委屈的样子，心头有些不忍：“缺儿啊，你就别自己溜达了，跟我走吧，这样也能安全很多。”白小纯的话语传入宋缺耳中，宋缺有种要哭的冲动。实在是白小纯这句话说到他的心里了，那种委屈到了极限后，
突然有人理解的感觉让宋缺也都感动了。他忽然觉得白小纯这里与张大胖比起来，明显对自己好了太多。只是这感觉刚刚浮现，白小纯眼看宋缺感动，说出的下一句话让宋缺这里再次崩溃了。别激动，缺儿乖啊，我不让其他人欺负你。白小纯吓了一跳，赶紧上前安慰，更是抬手摸了摸宋缺的头。啊！宋缺再也忍不住了，仰天大吼了几声，宣泄此刻心中的无尽委屈与抓狂。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不然的话，为何这一生会遇到眼前这个白小纯？自从当年第一次遇到，直至现在，他就始终生活在憋屈中。此刻这吼声里，那种抓狂的感觉极为强烈，而他本就灵力枯竭，此刻情绪失控中，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直接就昏迷过去。怎么又晕了？白小纯很是头痛，张大胖也傻眼，心虚的同时，也在费解着宋缺怎么如此经不起玩笑。大师兄，你看你把他气成什么样子了？哎，你背着他吧。白小纯一摆手，叹了口气。张大胖哭丧着脸，满是无奈。只是他眼下依旧还在诧异，在他的记忆里，宋缺不是这个样子才对。此刻郁闷中，将宋缺扶起背在身上，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小纯，你刚才为什么说又晕了？他以前晕过。是啊，缺儿这孩子估计在蛮荒伤了心神，所以每次一受刺激就会晕过去，没事最多3天他就醒了。白小纯干咳一声，赶紧结束了这个话题，带着张大胖与神色讶异的孙吴，直奔远方飞去。随着几人在这沼泽内飞行，时间慢慢流逝，很快过去了10天，这片沼泽之地也已快到了尽头，隐隐可见远处无尽的平原。天空依旧是昏沉，大地沼泽虽平静，可这一路上白小纯也有收获。他的手中此刻拿着一颗种子，这种紫翠绿色，散出阵阵寒气，握在手中，白小纯通体都冰寒。这是他在数日前于沼泽内看到的一朵花的种子，那是一朵花瓣如同月亮的花，半枯萎的独自生长在沼泽内，很是明显。可在白小纯靠近时，这朵花好似有其灵智，竟急速的下沉，似要避开。白小纯好奇之下过去时，此花更是散发出阵阵惊人的寒气，这寒气与白小纯修炼的寒门养念诀有些相似，这就让白小纯惊讶了。最后费了一些力气，在将这朵花抓住后，它却枯萎，成为了这么一颗种子。研究之下，白小纯发现这朵花居然在盛开的过程中可以吸收8方的寒气，只不过这沼泽内的寒气不多，此花显然没有发育良好。以后研究一下，或许能对我的寒气有帮助，就叫它月亮花吧。白小纯将这种子收起，带着张大胖等人继续前行。渐渐的，这一路他们看到了太多的尸体，那些尸体有的是其他山脉，也有的是来自星空道集宗。这一切让张大胖、孙吴以及白小纯都心头有些沉重。宋缺早就醒了，原本一直黑着脸，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他看到了沼泽内大量的尸体后，他的神色也都几经变化。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试炼之地？这个疑问一次又一次的浮现在众人的心头。孙吴等人也非常清楚，若不是有白小纯在，他们断然没有可能独自踏出这片沼泽区域。或许所谓的试炼之地，重点不是选择天尊的弟子，而是找到出口。白小纯内心喃喃，准确的说，他来到这试炼之地已经快2个月了。这2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完全判断出来，寻常的元婴修士根本就很难离开所在的区域，也只有那些元婴大圆满之修，才有可能凭着自己的战力与运气走出所在区域，进入另一个区域中。如此一来，只要一分析，白小纯就可得到答案。若真的是要收取弟子，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这般危险的试炼。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天尊的目的是要让人找到这里所谓的出口。那么这个判断如果成立的话，也就是说天尊自己没有答案，也就是说这个试炼之地对于天尊而言，或许也都是陌生的。所谓的试炼，根本就是一场派遣众多弃子，以点带网，寻找他想要的出口。甚至若这么分析下去，此事天尊心中欲保密，所以才用了收徒作为幌子引人前来。白小纯越想越是心惊，面色也都难看起来。不过此事只是他的分析，白小纯也不知道最终是否正确。可无论如何，这试炼之地的危险，这一路上在沙漠，在沼泽中，白小纯已经是触目惊心了。若非他的神杀之法，怕是在这沼泽的危险将会比现在强烈太多太多。白小纯想到的这些，实际上也是此刻在这试炼之地残存之人心中的疑虑。如今的试炼之地内，原本的上千人早已死亡了1半之多，余下的那1半，一个个都是心机深沉。眼看着试炼之地危险的程度超出想象，岂能没有想到端倪之处？只是就算是想到，也没有半点用处。很显然，只有找到出口，否则的话，所有人在这里都将一步步走向死亡。哪怕强悍如白小纯，也都心头有些压抑。这沼泽之地看似平静，可他知道这只是表面。有好几次，他隐隐感受到，在这沼泽深处藏着几道让他也都心惊的神识。这几道神识在他这里扫过，好在没有露出敌意，
可却让白小纯明白，哪怕自己有神杀之法，也都在这里存在了生死危机。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白小纯心底猜测时，渐渐的终于走出了沼泽之地，踏入到了那片无尽的平原中。平原内风声呼啸，发出沙沙之声，只能看到那些青草如同海浪般在风中起伏，偶尔的能看到地面上有一些被啃食得干干净净的残骸。这一切让张大胖与宋缺还有孙吴都心惊肉跳。这平原的恐怖似乎从这些骸骨上就可以看出征兆。直至又过去了10天，白小纯带着张大胖等人于这平原飞行时，忽然的，白小纯面色猛地一变，只感觉一阵强烈的杀意骤然升腾，这股浓浓杀意甚至让空气都变得阴寒许多。蓦然抬头中，身体更是后退，口中急声呼喊：“大师兄，你们3人立刻离开，不用管我！”几乎在白小纯话语传出的刹那，远处平原的苍穹上传来天雷轰鸣之声，有2张巨大的面孔同时浮现出来，正是云雷双子。第939集，拆散他们。在看到苍穹上云雷双子那巨大的面孔时，白小纯内心咯噔一声。从他进入这试炼之地开始，就与这云雷双子多次摩擦，眼下对方终于双子同在，这就让白小纯有些头痛起来。此刻退后时，他立刻就让孙武等人先行离开。白小纯，这次你死定了！苍穹上云雷双子传出如天雷般的低吼，瞬间那2张面孔就化作2道身影，其中一人直奔白小纯，另一位则是杀向张大胖等人。显然他们不但要在这里击杀白小纯，更是要将白小纯身后被保护了一路的张大胖与宋缺等人也都灭绝。这一切都是在电光石火间发生。白小纯眼看云雷双子分开，心底焦急中知道张大胖等人无法逃走，于是袖子一甩，直接将3人收入储物袋内。就在白小纯将张大胖3人收走的瞬间，苍穹上的云雷双子目中寒芒爆闪，实在是他们2人与白小纯之间彼此结怨太深。哪怕白小纯当初的神杀之法震撼了云雷子，可如今2人汇聚在一起，有无限底气，更有准备，此刻没有半点迟疑，这云雷双子立刻就出手。其中那位云雷双子中的弟弟，其擅长速度，一出手，整个人就好似穿梭虚无，直奔白小纯。而另一位天人中期巅峰的云雷子，则是挥手间无数天雷闪电轰隆隆的幻化，赫然在半空中汇聚成了一只巨大的闪电手掌，向着白小纯一把抓去。死！2人几乎同时开口，声音传遍8方。白小纯很是头痛，更是心惊肉跳，危机感强烈升起时，他猛地后退，也来不及的多想，双手猛地掐诀，在身前一挥，水泽！这句话一出，顿时这平原之地立刻就被水汽弥漫，平原之地好似成为了沼泽，8方一片混沌中，白小纯的声音再一次回荡：“国斗！”轰鸣间，好似世界要被撕裂开。云雷双子面色一变，2人本以为白小纯这里已经在之前的交战中动用了全部术法，可却没想到竟还有陌生之法降临下来。他们更是在这4周的水泽中感受到了一股危机。与此同时，天地轰隆隆的回荡巨响，从下方的水泽内突然的就升起了一根根利刺，这些利刺排山倒海般轰鸣8方的同时，那些利刺成为了指甲，一只巨足悍然而出，更有让人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轰的一声，这巨足就直接落下，如同苍穹坍塌，形成的气势之强，让云雷双子彻底色变。那擅长速度的云雷子首当其冲，直接喷出鲜血，身体猛地倒退。而另一位施展无数闪电的云雷子，此刻低吼中全力施法，眨眼的功夫，那巨足就与4周闪电形成的手掌碰触到了一起。苍穹震颤，大地出现裂缝，闪电手掌层层崩溃的同时，那从水泽内降临的巨足虽强悍无比，可毕竟面对的是超出陈鹤天等人的云雷双子，此刻也变得模糊不清，直至消失。随着水泽国度的消失，白小纯的身影已如闪电一般急速倒退，刹那远去。他心知肚明，单独的云雷子自己可战而胜之，可对方2人联手的话，在神杀不可控的情况下，自己胜算不大。此刻借助水泽国度的阻挡，白小纯速度之快已在天边，也让你品尝一下被追杀的痛苦。云雷双子咬牙，目中杀意强烈，2人深吸口气，竟彼此猛地靠近，刹那间好似融合在了一起，有2道长虹化作了一道，速度也如奔雷，在那尖锐的音浪声中直奔白小纯追击而去。仔细一看，实际上2人的融合并非深层次，而是简单的融在一起，随时可以分开。但哪怕是这样，也使得他们的速度超出了天人中期的极限，无限的接近天人后期。更让白小纯心头紧张的是，这云雷双子在追击中竟还在彼此不断的融合，而越是融合，他的速度与气息就越是让白小纯头皮发麻。欺负人啊！比眼神，这2个家伙就欺负我，如今单独打不过我，就一起来追杀。9天云雷宗，你们欺人太甚啊！白小纯心都突突了，眼看对方刹那追来，他立刻就展开不死劲，速度一下子暴增，疾驰间
他身后轰鸣不断，处于融合中的云雷双子不断的出手。远远看去，只见一道道天雷在白小纯身后轰隆隆的降临，不断的炸开，每一次炸开都形成无数黑气扩散四周。只要被这黑气覆盖，白小纯的速度就会慢下不少。与此同时，云雷双子的速度却始终惊人。那个云雷道友，你们不要太过分啊！我可还有专门对付你的杀手锏，一旦用了，我自己都害怕。眼看云雷双子追击不断，气势越来越强，白小纯心惊肉跳，赶紧开口。可云雷双子只是冷哼一声，依旧追杀，煞气更是强烈无比。此刻天雷翻滚落下中，白小纯猛地一晃，展开撼山状，直接避开身后天雷，又施展不死劲，凭着其强悍的肉身，生生的逃出天雷的范围。可他心头的紧张与焦急已很是强烈了，实在是他之前水泽国度下已经看出了，这云雷双子在一起后着实太过强悍，且很明显，越是融合就越是惊人。这么下去不行啊，要想个办法阻止他们融合。该死的，这云雷双子修炼的什么功法，居然一个人变成两个人，阻止融合拆散他们。危机关头，白小纯眼看对方又拉近了距离，他绞尽脑汁时，忽然眼睛一亮，拆散！白小纯忽然激动了，他深吸口气，一边保持速度，偷偷取出一些分手丹，一边立刻一拍额头，顿时那把飞梭就呼啸而出，将丹药用秘法藏在飞梭内，猛地一扔，这飞梭就直奔云雷双子而去。与此同时，白小纯口中更是传出声音：“咦，云雷道友，这把飞梭是你们的吧？哎呀，被我之前无意中捡到，一看这气息，居然是你们的，我还给你们了呀！”白小纯这番话语一出口，哪怕是云雷双子也都愣了一下，实在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白小纯这里明明之前都是一副睥睨天下般的强者姿态，可眼下居然能说出这种话语。可就在他们愣住的瞬间，白小纯猛地掐诀，低吼一声：“爆！”轰鸣之声骤然滔天，那飞梭在靠近云雷双子时，猛地就崩溃爆开，形成了大范围的冲击，顿时就将云雷双子身影淹没在内。在自爆的同时，其内的分手丹也猛地就爆开，形成一片黑雾，扩散四方。白小纯没有犹豫，看都不看一眼，再次加速疾驰逃走。就在他加速的刹那，一道紫色的天雷就直接从那飞梭崩溃黑雾弥漫之地冲出。天雷内正是云雷双子，他们面色难看，目中煞气更强。暗藏毒药，雕虫小技，老夫融合期间万毒不侵。二人同时开口，明明是不同的声音，可却融合在一起，很是诡异。传入白小纯耳中时，似能引起神魂波动，让白小纯面色一变。他感受到了这云雷双子似乎比以前更强了，只不过他的融合似无法瞬间完成，此刻还是处于融合之中，似还需要一些时间才可彻底归一。分手丹没效果，莫非只对男女有用，对于他们无效？又或者量小了？白小纯心中郁闷，有心回头去一战，可他隐隐有种直觉，对方双子融合缓慢，这很明显的破绽。如果真的存在，那么换了是他，也都不会轻易暴露在对手面前。一定有诈！白小纯没有去赌，咬牙之下闷头疾驰，继续逃遁。而他身后的云雷双子此刻都皱起眉头，相互看了看，有些遗憾白小纯没有回头来战。事实的确是如白小纯所判断的样子，这是他们二人故意露出的破绽，而实际上融合对他二人而言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只不过那种深层次的融合，云雷子无法坚持太久的时间，所以才有了这引白小纯来战的策略。这白小纯就算再精明，今天也必死无疑。云雷双子同时冷哼，速度再次爆发，轰鸣间逐步拉近与白小纯的距离。就这样，他们与白小纯一前一后，在这平原上呼啸而过。很快，一天一夜过去，白小纯肉身之力强悍，恢复力又不俗，竟在这逃遁中始终保持高速，时而回头扔出一把分手丹，也不管能不能打到云雷子，直接就引爆，形成大片黑雾。你奶奶的，我就不信了，我的分手丹对于他们一定也有效果。白小纯很是不甘心，不断的扔着分手丹。第940集，哥哥，我们不适合，他这么跑下去就没有消耗吗？云雷子皱起眉头，眼看白小纯那里还在疾驰，双子二人相互看了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他们深吸口气，正要有所决断，彻底融合。可就在这时，二人突然神色一动，猛地看向远处苍穹。白小纯此刻也立刻察觉，气喘吁吁的同样看去时，立刻就看到远处的苍穹上浮现出一张巨大的面孔。这面孔模糊，黑气缭绕，唯独眼睛带着阴森，正看向三人。千鬼子！云雷双子眉头一皱，依旧保持追击的速度，向着白小纯靠近。这出现在战场上的天人，的确是千鬼子。他原本就在这平原上寻找其南脉的修士，察觉到此地的波动后，他立刻看去，也只是神识一扫，他就立刻收回苍穹上的他那巨大的面孔，也毫不迟疑的就要远去。在他看来，星空道极宗与九天云雷宗的摩擦与他无关，他没必要去帮助任何一方，
眼看千鬼子离去，云雷双子松了口气。他们的目标是白小纯，若千鬼子出手，则显然今天他们就无法将白小纯击杀了。只是千鬼子想走，可白小纯在看到千鬼子后，眼睛猛地一亮，立刻高呼：“千鬼道友留步！你们南麦有个天骄叫做孙吴，是不是？”千鬼子原本也要离去，可在听到了这句话后，他脚步猛地一顿，苍穹上其巨大的面孔也都刹那间目中爆出幽芒，更显阴森，立刻看向白小纯。几乎在他看过来的时候，白小纯立刻一拍储物袋，将孙吴以及张大胖还有宋缺三人都放了出来。千鬼子道友，你宗的孙吴当初危机，我出手救下，这个人情，你们龙腾鬼海宗认不认？千鬼子一愣，目中有些迟疑。孙吴是南麦的天骄，白小纯将其救下，此事对南麦而言的确是人情。若是换了其他时候，千鬼子可以点头，只是现在明显云雷双子随时可以融合，而白小纯处于弱势，千鬼子琢磨着，就算是加上自己，怕也不是融合后的云雷子的对手，这就让他迟疑起来。与此同时，云雷双子听到白小纯的话语，面色一变，二人几乎同时开口：“千鬼子，这是我们与这白小纯的私怨，还请不要参与。事后我会准备一份厚礼相送。”几乎在云雷双子开口的瞬间，千鬼子以目中露出果断，他右手猛地抬起，一把抓向孙吴以及张大胖、宋缺三人，口中更是传出其悠悠好似厉鬼之声：“白道友，你救下我宗孙吴一个人，今天我救下你宗2个人，不但救下，我还保他们在这试炼之地的安全，就当还你救人的情分了。”听着千鬼子的话语，白小纯苦笑起来，知道这千鬼子是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帮自己。不过张大胖与宋缺总不能始终在储物袋内，眼下能被千鬼子庇护，也让白小纯放心了一些。袖子一甩的同时，白小纯传音张大胖与宋缺一番交代。在二人的交集中，在白小纯的配合下，孙吴3人立刻就被千鬼子隔空带走，没有半点停顿。千鬼子卷着孙吴3人疾驰远去。就在千鬼子离开的瞬间，云雷双子目中寒芒一闪，二人原本就处于融合中，此刻心念相通，几乎眨眼间，他们的身体竟在半空中急速的进行最后的融合。他们的身体原本是一人左侧粗大，右侧枯萎，另一个右侧粗大，左侧枯萎，眼下二人随着融合，肉眼可见的竟从2个人化作了1个人。相互融合的地方，正是这云雷双子彼此身体中枯萎的那部分，也就是一个呼吸的时间，一股惊天动的气势震荡而起，横扫四周，形成了一股似要连接天地的风暴。这风暴足有1000丈大小，磅礴无尽中，可以看到在那风暴的中心位置，此刻赫然站着一位身体无比魁梧，好似仙魔一般的大汉。这大汉身体高大威猛，目中炯炯有神，似不怒自威的同时，一头漆黑的长发随风飘摇，使得其目中的神采也变得幽冥起来，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无法形容的邪魅之意。其四周的虚无此刻也都似乎颤抖，出现了一道道裂缝，似乎无法承受这大汉身上散出的威压，甚至其意志之强，仅仅是抬起头的动作，就立刻让天雷滚滚，八方天地内白小纯的意志竟瞬间就被驱散开来。强，非常强。在白小纯感受，这融合之后的云雷子修为已超越了天人中期，达到了天人后期，甚至无限的接近天人大圆满。来自对方身上的威压，在这一刻让白小纯全身都猛烈震动，呼吸急促不说，更是身体猛地后退。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达到了完整状态的云雷子嘴角露出一丝讥讽，这讥讽的表情几乎刚刚浮现，他一步走出，顿时天地似在他脚下，缩地成寸，一步落下，就赫然在了白小纯的身旁，右手抬起，猛地一挥。这只是随意的一挥，就立刻有一股滔天的灭绝之力，化作一道道黑色的电弧，直奔白小纯而去。白小纯头皮都要炸开，全身所有血肉似都在尖叫，掐诀间全力阻挡。轰轰碰撞之声顿时震天回荡，白小纯嘴角溢出鲜血，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竟被云雷子的一挥之力直接就轰出1000丈外。这家伙融合后竟强悍到了如此，白小纯心底一颤，方才那一击，若非是他肉身强悍无比，怕是早就崩溃灭亡。心中也在庆幸自己方才只是用了分手丹，好在没去用发情丹，不然就真的危险了。此刻还没等他站稳，云雷子的声音回荡在八方天地内：“白小纯，我说你今天死，你绝对活不过明日。”这声音好似隆冬之雪，降临四周的同时，云雷子再次走出一步，刹那间直接追上白小纯，正要出手。可就在他那句话从其口中传出的刹那，忽然的，云雷子面色一变，他的口中居然传出了第2个声音：“哥哥，我们2个不适合，勉强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这莫名其妙的话语从云雷子口中说出后，他的身体竟在这一瞬猛地颤动了几下，原本完美融合的身躯居然出现了重叠之影。可以看到，似乎那云雷双子中的弟弟正用全力想要从这融合中分离出来。
甚至云雷子的表情都在这一瞬急速变化，先是怔愣，而后厌恶，随后则是骇然，到了最终，他的表情带着无法置信。这是怎么回事？云雷子内心狂颤，彻底懵了。他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种事情。此刻身体内的两个意志似乎彼此极度的排斥，他的气息明显的不稳定，似随时可能崩溃一般，给人一种混乱之感。甚至左右手都开始相互攻击。白小纯眼看如此，顿时狂喜，激动无比。若非处于对峙中，怕是就要手舞足蹈了。分手丹有效了！没有半点迟疑，在云雷子身体出现分裂征兆的刹那，白小纯大吼一声，他身体后顿时就幻化出了一尊高大无比的身影，穿着地袍，戴着地冠，一股无上霸道之意也随之惊天动地。更是在他握住的右手上，此刻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这黑洞的出现，眨眼间就将白小纯的一切生机都吸走，使得他好似整个人寂灭一般，就连目光也都空洞下来。可其右手的拳头上，此刻却散发出越来越强的波动，扭曲四方虚无，好似要去灭世一般，掀起无尽波纹，撼动整个平原后，使得四周青草急速倒伏，如同天威降临，最终凝聚出了那一拳。5倍不灭地拳，一拳落，天地轰，在白小纯身上爆发出的无上之意，与其身后那地影的滔天霸道融合在一起，使得那一拳如同星辰降临，轰鸣中直奔云雷子而去。危机关头，云雷子心神狂震，内有两个意志在剧烈的挣扎，外有白小纯这让他心害的一击，云雷子的优势刹那间就要崩溃。这一切来得太快，让云雷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不过他终究是老资格的天人，此刻全身咔的一声，好似燃烧一般，头发瞬间花白，竟是以燃烧寿元的方式换来短时间的全面压制体内的分手丹药效。云雷人组第6变，云雷人组第7变，云雷人组第8变。云雷子低吼，身上的气势在这一刹那惊天动地，轰鸣间，其身体也都磅礴起来，直接到了80丈大小，全身散发出野蛮至极的气息，好似人族在此时降临世间。粗壮的身体充满了野性的疯狂，还有那披散的头发以及目中的挣扎与疯狂，整个苍穹都颤抖，整个平原都震动。这一刻的他，甚至超越了天意，化身天地法则，灭！天雷之声，轰鸣降临。第941集，那一声呼唤，好似天与地的碰撞。白小纯的不灭地拳席卷着八方虚无之力，以肉身之力为根基，凭着无上霸道之法，生生激发出5倍之力，形成那如星辰陨落般的灭世一击。而云雷子的人组变同样是顶级的神通术法，改变自身结构，如同法相一般，与自身融合后，形成了如蜕变般的人组肢体。人组，那是传说中通天世界一切源头所在。此刻哪怕他所变化的人组根本就无法与真正的人组比较，可只要具备了一丝人组之力，就可以让云雷子不说撼动天地，也足以横扫八方。轰鸣中，星辰与雷霆在这一刹那直接就碰撞到了一起，一时之间，天地轰鸣，巨响之大传遍整个平原，更是掀起了无法形容的冲击。这冲击扩散中，使得半个平原如被风暴横扫，瞬间无数草木直接成为飞灰，更有不少藏身在平原内的存在，也都在这一刹那死伤无数，甚至引起了这试炼之地内不少修士的注意。怎么回事？天哪，这波动，这莫非是天人在战？可就算是天人战，也无法波动这么远啊！在这试炼之地内，所有察觉这波动之修，都一个个心惊时，千鬼子在半空的疾驰中猛地停顿，转头看向战场所在之地，也都双目微微收缩。云雷子强悍，这是众人皆知之事，可这白小纯居然能与其对抗，引发这种波动。千鬼子深吸口气，目中露出沉思。也同样是在这个时候，在平原的边缘，靠近丛林的地带，杜灵飞与那古怪的青年一行人也在前行。他们已经去过了沙漠、沼泽、丛林，如今要去的地方正是这平原所在。波动传来时，杜灵飞有所察觉，看了过去。不用理会。几乎在杜灵飞看去的瞬间，其身边那古怪的青年淡淡开口，似就算这种程度的波动，也都无法引起他的丝毫注意。杜灵飞闻言点头，他只能感受这波动的方向距离自己这里不是很远，可却无法清晰察觉属于谁。此刻也没多想，走入平原。而云雷子与白小纯之战的中心区域，也在这惊人的轰鸣与滔天的神通撞击下，大地碎裂，直接凹陷下去的同时，白小纯狂喷鲜血，身体被一股强悍的力量猛地抛出。在半空时，他鲜血依旧控制不住的喷出，眼前都发黑了，身体酸软无力，好似连手臂抬起的力量都没了。好在肉身之力虽耗费，可他的修为还在，此刻修为散出，勉强操控自己的身体，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急速远去。他的气息不稳，他的心神此刻颤抖无比，实在是方才那一击的反噬太大。而云雷子的神通更是惊人，使得白小纯的不灭地拳首次承受不住外界之力，崩溃开来。同样的崩溃的，还有云雷子的人祖之身。白小纯的不灭地拳可以碾压天人中期，
即便是天人后期，也都不得不为之动容色变。对于云雷子来说，若没有内忧，他将占据极大的优势，虽谈不上碾压，可也足以化解白小纯这一击。只是眼下的他状态比白小纯还要恶劣，他的身体此刻颤抖中，融合的状态急速的跌落，口中更是传出莫名其妙的话语：“哥哥，我们分开吧，从此你是你，我是我。弟弟，你不能这样，我们是一体。”这一切让云雷子要抓狂了。此刻融合的状态，他的神魂是完整的，可偏偏在这完整中，好似自己分成了两份，相互之间不断的排斥，让他觉得自己真的要疯了。而他的身躯此刻同样这般，时而好似要分裂开来，时而又融合在一起，那种难受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到了最后，云雷子仰天咆哮，竟再次展开秘法，生生将体内另一个意志压下后，身体也无法保持完整融合的状态，气息锐减的同时，也如最早时勉强融合那般，眼睛赤红，猛地抬头，疯狂的大吼：“白小纯，我要杀你！”他呼吸急促粗重，速度之快，向着白小纯急速追击。眼看着云雷子中了分手丹后，居然还能这么强悍，白小纯吸了口气，他很庆幸自己有分手丹，否则的话，那种完全状态的云雷子，他想想都觉得可怕。实在是云雷子融合后太强了，强到了让白小纯觉得自己根本就无法匹敌的感觉。不灭地拳都没用了，难道真的要展开神杀？白小纯纠结中，一想到神杀之法的弊端，他就头痛无比。欺人太甚，当初比眼神他就是2打1，如今也是这样，有本事和我1对1。白小纯满心不服气，可却无奈，只能郁闷无比。该死的，看来分手丹的量还是小了，我给他加量。白小纯脑海急速转动，正快速寻找自救的办法时，他身后传来轰鸣，一道道天雷蓦然来临。白小纯只觉得头皮一麻，勉强避开后，直接扔出一把分手丹。这丹药一出，云雷子内心都咯噔一下，急速避开。他如今对于白小纯的丹药是真的怕了，这家伙的丹药太过阴损。云雷子咬牙切齿，他如今也都琢磨出来了，自己之所以如此憋屈，正是因为之前吸收了白小纯丹药雾气导致。一想到白小纯的丹药居然可以影响自己，云雷子就心头震颤，杀意更强。此刻他们双方在这一路的追杀中，已经到了平原的边缘，远处隐隐可见丛林。眼看云雷子追击不休，白小纯目中不由得露出疯狂，就要去不顾一切展开神杀之法，这是他最后的拼命手段了。可就在白小纯要将体内的一滴不死血碎灭时，忽然的，他竟看到远处的平原边缘竟出现了一群人。这群人白小纯熟悉，正是杜林飞与那古怪的青年，还有其四周几个侍卫。他们曾经在白小纯第一次遇到云雷子时在沙漠偶遇，如今过去了数月，竟出现在了丛林处。在白小纯看到杜林飞等人的瞬间，杜林飞也看到了白小纯，愣了一下后，他瞬间就看到了白小纯身后气势滔天、狰狞无比追杀而来的云雷子。云雷子也同样注意到了杜林飞一行人。身为9天云雷宗踏入天人多年的老祖，他清楚的知道杜林飞的身份，哪怕他再强悍，也都不敢于杜林飞面前造次，所以追击白小纯的脚步不由得缓了一下，但依旧没有停止追击。毕竟在他看来，这是他与白小纯之间的私仇，通天岛从来都是不插手这种私人恩怨的，所以他虽敬畏，可没放弃追杀，只是想要去解释交代一下。杜仙子，此事是云某与白小纯云雷子急速追击时，不忘抱拳，向着杜林飞那里客气开口。只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白小纯那里的一句话险些让云雷子从半空中掉下来：“媳妇救我，救我呀，媳妇！”没等杜林飞有所反应，白小纯就猛地狂喜，好似绝处逢生一般，直奔杜林飞而去，同时口中更是高呼。白小纯声音激昂，传遍八方，更是因激动，使得这声音听起来似也都热情洋溢，充满了感人肺腑的真诚。只是这声音传入杜林飞耳中的瞬间，哪怕是杜林飞自己也都一时之间愣住了，更不用说他四周的那些侍卫，一个个都睁大了眼，带着无法置信，呆呆地看着此刻正狂奔而来的白小纯。还有就是杜林飞身边那个青年，此刻他目光一闪，冷冷地看向白小纯。可这所有人的震撼如今加在一起，都远远不如云雷子的感受。他整个人都傻了，一股荒诞的感觉，甚至超越了之前分手丹造成的混乱。他身体猛地一个哆嗦，双眼睁得老大，目中露出无法置信。他甚至觉得之前自己听到的话语都是幻觉。你称呼杜仙子什么云雷子，呼吸急促到话语都不够连贯，此刻音调都变了，失声惊呼。第942集，憋屈的云雷子眼看自己一句话就把之前还不可一世、强悍无比追杀自己的云雷子给吓成这个样子，白小纯也都激动无比，更是振奋得意。快走几步后，直接就到了一样待在那里的杜林飞面前，趾高气昂般，白小纯向着此刻失声惊呼的云雷子大声开口：“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吗？这是我媳妇啊！哼哼，你知道我岳父是谁吗？我告诉你，云雷子，我之前不说，是因为我白小纯做人一向低调，可你欺人太甚，没办法，
我只能让我媳妇来救我了。现在，你应该也已经意识到了我岳父的身份。没错，我岳父就是通天岛之主天尊大人。白小纯声音很大，传遍四周。这一句句话语，好似天山一般，直接就轰在了云雷子的心中，让他面色狂变，呼吸凝滞，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整个人已经彻底神经错乱般，脑海除了翁明还是翁明。他是做梦也都无法想到，自己追杀了这么久的白小纯，居然有如此身份、如此背景、如此来头。尤其是一想到自己居然敢追杀天尊的女婿，他整个人就觉得天塌一般。只是他不甘心，明明已经就要追杀到了，明明今天就可将此人斩杀，为什么会这样？云雷子觉得自己脑袋都要爆了，他更是不相信听到的这一切。可杜凌飞站在那里，虽呆了一下，可从始至终居然都没有反驳一句。最让云雷子心肝都颤的是杜凌飞那边，居然隐隐双颊微红，似嗔般瞪了白小纯一眼。可这目光，这神情，让云雷子内心最后一丝侥幸顿时崩溃，以至于他没有注意到，在白小纯说出天尊是他岳父时，杜凌飞身边的那个青年神色也都古怪了一下。白小纯神情更为亢奋了，他看到云雷子那被吓傻了的样子，内心得意无比，琢磨着若非是不敢去说，要是再告诉这云雷子自己还有一个岳父是半神，还有一个弟子是明皇，不知道能不能今天把这云雷子彻底吓死。哼，敢惹我！白小纯意气风发，心头之前被追杀升起的郁闷与憋屈，此刻宣泄而出，只觉得全身上下都愉悦无比。实在是他之前被这云雷子追杀的太惨了，用尽办法也都无法逃出，险些就被拍死。此刻劫后余生，又华丽转身，这让白小纯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巅峰。云雷子，今天的事咱们没完。白小纯袖子一甩，傲然开口：若非是我不想露出身份，早就可以将你灭杀，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人太甚，这件事我记住了，你给我等着。白小纯越说声音越大，而云雷子则是面色越发苍白，眼睛无神，直至到了现在，他都觉得这一切如同做梦。我得罪了天尊的女婿云雷子，一想到这里都快要哭了。他怕呀，不能不怕。天尊在通天大陆就是帝王一般，而他的女婿那就是驸马了。直接一点说，那是与半神一个辈分的，而他只是天人，说生死在别人一念之间，也都毫不夸张。我云雷子内心忐忑，此刻心神震荡间，身体也都无法保持融合状态，瞬间就恢复成了双子，面色都苍白无比，神情苦涩中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想要解释。就在这时，杜凌飞身边的青年咳嗽了一声，看都不看白小纯，向前走去。杜凌飞此刻也都恢复过来，似笑非笑的扫了白小纯一眼后，略一沉吟，抬头看向云雷子时，他已不再是带着笑容，而是具备了凤仪一般，高高在上，淡淡开口：云雷子道友，小纯性格喜欢胡闹，所说之事做不得真，不过你们之间如有什么矛盾，此事能化解还是化解的好。这番话语说得很是正式，似告诉了云雷子，白小纯之前的话语只不过是玩笑。可云雷子却不这么认为，实在是他从杜凌飞的称呼上就已经看出了不同。杜凌飞称呼自己是云雷子道友，而称呼白小纯则是小纯，这个称呼就足以说明一切了。云雷子内心再次一颤的同时，似杜凌飞担心云雷子误解，于是走到白小纯面前，居然当着云雷子的面为白小纯整理了一下衣角，轻声说了几句，这才看都不看云雷子一眼，与那青年以及侍卫一起远去。这一幕比什么都清楚了，云雷子顿时吸了口气，眼前有些发黑。白小纯眨了眨眼，杜凌飞临走前轻声说的几句话都很寻常，只是让自己注意安全，他还有事情要去处理。可这姿态让白小纯很是满意，此刻抱着手臂，抬着下巴，傲然地看向云雷子。云雷双子满心苦涩，站在那里相互看了看后，都不知该如何处理。实在是此事的发生让他们措手不及，前一刻还要喊打喊杀，可下一瞬对方身份居然逆转得如此惊人，他们心中已经哀嚎了，更是对白小纯极为不满，暗道这一定是白小纯故意的，否则的话他早一点说出实情，自己也不会现在这么被动。这姓白的，他最大的杀手锏不是那一拳，也不是那失去神智的血雾，更不是那诡异的丹药，而是他与天尊的关系啊！这怎么办？云雷双子纠结中，白小纯也不着急，抱着膀子抬着下巴，不时的冷哼几声，虽没有开口，可这姿态让云雷双子越发觉得压抑。如果换了别人这样，他们大不了一走了之，只是他们之前把白小纯得罪的太惨，如今白小纯身份暴露，他们不能不去为宗门考虑。那个白老弟之前的事是误会，没错没错，嗨，我们九天云雷宗与你们星空道极宗可是世交啊！他更是呼吸急促中察觉到，如今这个状态的自己，就连吸收四周的天地之力都比之前强悍了太多，近乎恐怖一般，好似自己成为了一个能吸收吞噬万物的巨大黑洞，甚至他四周的虚无都在这一刹那扭曲无比，而他的气息在这一刹那立刻就让原本自信满满的云雷子
差点尖叫起来。他身体哆嗦，